慢些，慢些，咱们病了这么久，可急不得。你又不是不知我饿了多久，怎么慢得下来？可这一次进太多，只怕会伤了脾胃。人家有了命才会有脾胃。求！遵命啊！这群庶子，那你还有脸来？月前女公子烧得险些要了命，他们未曾差人问过一声。今病见好了，这人倒是来了，定是没安好心。我这将死之人，连我爹娘都不惦记，如今倒还来了人了，倒真是挺稀奇。可是这些年，家主女君总差人送信回来，可见他们心中是记挂女公子的。这么些年，就凭这几封信的记挂，这天底下还是头一遭呢。可惜我命硬，要不然他们收到的可就是我病死的回信了。吃完了没有？吃完了，老夫带来的吃食就得跟我们走。程家没有饭菜，白给你们吃。少主公，抓吗？不急。四娘子怎么说也是尔等的主子，你们这般行事，莫非是要欺主？哼，她不过就是个没人管的丫头，还真把自己当主子了。你开不开门呐？你要是再不开门，我可闯进去了。干嘛？然后，嗨，我就不信了，嘿，我今儿还带不走你了，是不是？我就，你给我回去！谁让你们把这糟粕摆在门口的？这是故意害我是不是？哟，李管夫，李管夫怕是忘了，前些日子我命莲房去告知二叔母，说这屋里啊虫蚁太多，住不得人。二叔母说，我是来此处思过的，并不是来享福的，就命我准备了这些草木灰。我方才听到李管夫敲门，这是怕草木灰熏着你，才让莲房赶紧把这些东西拿了出来。谁知道你不知礼数，贸然的闯了进来，你这是让小辈难做了。别扶我！你，哼！四娘子，别拿那些没人信的话来打发老奴。老奴知道你心有不甘，可怪，也只能怪你自己品行不端。夫人把你关在此处思过，那是为了管教你，免得你日后不懂规矩，做出祸坏程家之事。夫人的一片苦心，四娘子理当心怀感恩。自然是要感恩的，要感恩你们，你把我在这活活饿死。看看我新打这赤金当，是不是比隔壁那万老太太上回戴那个玉的显得更贵气？哎呦，
我这从大早上开始，眼皮子就不停的跳，心里怎么都不踏实。君姑，不会是要出事儿吧？喂，你少放我！我们家大郎战功赫赫，眼瞅着就要回来了，有什么事是他踏莫平的？我就是担忧此事啊。这明白的，知道您将四娘子送去庄子上是为了管教她，那不知道的还以为您和我联手苛待了她呢。万一这丫头在旭伯面前又说了些不知轻重的话，那萧云一知道了，不得觉得您当年把那四娘子硬留下来，就是为了让她吃苦啊！这些时日，夫人无时无刻不记挂着四娘子的病情。今天特命我来接你回去。我们家女公子身子未好全呢，受不了奔波折腾。四娘子又不是你捏的，还能折腾惨喽？你休在此处碍事！来人，接四娘子上车。不必拉我。干什么？快点儿！你躲开！碍事！这车上怎地不汗馊味儿？这味道最重，莫不是李管夫身上的？哎，快走！他个下人！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这不是李管夫身上的，这是多日未洗澡的男人玩。男人？赶紧走！赶紧走！赶紧走！男人是什么味儿？臭味儿。只盼家主和女婿能早日回来，到时候咱们想吃什么没有？谁说爹娘回来就有吃食了？往后的日子，是好是坏，还说不定呢。那自然不用像现在这般任人欺负了。今儿又着急带病赶回去，这么急吼吼的，也不知是为了哪。还能是为了哪般？自然是府上出了比置我于死地更大的事儿。哎呀，这个四娘子啊，这个性子随她阿母，令人生厌。这个萧云一个二家妇，有什么好的呀？大郎非她不娶，这……哎呀，算，不说了。啊，对了，那四娘子，你今一早不差人去接她了吗？是她苦，她能苦得过我？啊，我带着3个孩儿长大。想当初啊，你君就回来了，老夫人回来了。回来便回来了，大呼小叫的做什么？我的情绪刚起来，送她回房躺着便是了。不是四娘子回来了，是家主回来了。谁？我儿大郎回来了！哎呀，我儿回来了！这怎么那么快呢？哎呀，大郎回来了！哎呀，我大郎儿回来了！哎呀，我儿回来了！10几年了！哎呀，神仙保佑，神仙保佑，我儿回来了！君姑，
回来了？哎，你都回来了，我儿大郎呢？元一，元一，你喜欢的蜜儿。儿啊，元一，哎呀，谁知10几年过去了，还是那老鏊在做，快去趁热炒炒。进城了也不知道回家，去什么点心铺子给你媳妇买点心，也不知道给阿母带一份儿。儿啊，儿啊！阿母，大郎，大郎啊！阿母，阿母，今日又吃生葱了吧？一看就是吃撑了。你在乡下养成的习惯，这10几年怎么还未改呀？哎呦，哎呦，你这个不孝子！要没有当年阿母在乡下务农耕田，怎么把你们3个兄弟打成大？阿母这拳头果然有劲，不减当年啊！哎呦，儿，军姑，将军在外征战多年，一直担心您的身体。如今看来啊，您力气不减当年，定是身体康健，我们也就放心了。军姑，这10几年来，袅袅在家可否懂事啊？劳烦军姑费心了。哎，对呀，袅袅呢？袅袅怎么没有出来接我们呀？他呀，不在这儿。前方马车，停下查验。做还是烧得起的。哎呀，烧不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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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少主公，我们还是不能听他一面之词，还是请这位女公子下车送。
我了！哎呀，误会呀，将军！哎呀，哎呀，误会！哎呀，放心。哎呀！李管父，将军都说放行了，你怎么还不肯走啊？死娘子，你要想活命，就别废话，压着去走。哎呀！这不是误会啊！哎呀，饶命！哎呀，郑先饶命！我是程校尉的新媳妇啊！念起你们都是郑总保的份上，高抬贵手！刚才马车上坐的当真是程家四娘子？你当真是他亲舅爷？千真万确呀！夫人宽大，本已原谅了四娘子所犯的过错，可如今你又害得董舅老爷落难，就是夫人也护不了你。比起二叔母差点害得陈家全家落难来讲，我出卖董舅爷不过是小事一桩。四娘子，你阿父阿母还有半月才能归来，你当真现下就要强横起来了？家主和你君也回来了，怕是现在高兴还早了些。他们要是真的把你这个女儿放在心上，又怎会自你生下便弃了你？程少商，哎，就那死丫头，从小就缺爹少娘，是个为人教的害人精。她懂什么亲长里短呐？哎呦，就是看在程校尉的份上，您饶了我吧！哎呦，儿啊，想死阿母了！我这，哎呦，来，快张大嘴！自己来。儿啊，刚才葛氏说的吧，也不是全无道理。哎呀，这个四娘子啊，性情顽劣，我们给她送到乡下去呢，就是想好好的管教她。再说我们，停！哎呦，夫人！哎呀，出大事了，夫人！出什么事儿了？董舅爷怎么了？你方才说谁有娘生没娘养啊？就是这程少商，家主，家主救命！女公子发热不退，被他们丢到庄子上自生自灭，险些送了性命。今日李管父却忽然上门，嘴里说着即便是死，也要将女公子拖回来死。那我家娘娘现在何处？阿父，阿母，你们可算回来了。娘娘。
的袅袅怎么这般憔悴啊？阿父，哎，阿母，娘娘，终于活着等你们回来了。 15年来，我在外面镇守拼杀，本以为娘娘在家有人照看，定会衣食无忧，谁想她竟被养成这般。大郎，你这话是在责怪阿母了。果然呐，老了，遭人嫌弃了。儿啊，你这么多年不回家。 一回来就给你心腹买点心，为你女儿鸣不平。可是阿母呢？我这么多年操劳下来，也是落了一身的病。阿母，娘娘，娘娘。 阿父去世的时候，你们兄弟几个怎么说的？说你们长大了有出息，要好好孝顺我。可是如今呢，你这是分明想让阿母去死啊！旭伯，此事应该怪我。这平日里我万事都听少商的，因此竟将四娘子教的是顽劣不堪。他上次还差点害死我娘家侄子幺哥呢。 我们将他送去庄子上，原也是想要好好的养一养他的性子，也没想到四娘子身子娇弱，如此不经教育啊！这10余年来，我对这四娘子那也是多有体恤照拂，无不尽心的。尽心？便是连件像样的衣裳都不给女公子穿吗？连个被人使唤的蠢妇，都可以口无遮拦的羞辱女公子。你是谁呀？我们程家的事情。 还轮不到外人插嘴。君姑，秦从并非外人，乃是我结拜的义妹，这些年一直在军中跟随我。哼，外人都比自家人会心疼人。来人，把那个老媪押去柴房，让他养养性子。哎呀，造孽呀！儿啊，你15年不落家。 你这是受了谁的挑唆？一回来就给我摆威风，你眼里还有没有阿母啊？哎呀，君姑便是心急疯了！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阿母，就你会着。快来人呐！阿母，阿母，哎，你公子，你公子怎么了？你公子，娘娘，娘娘，娘娘房间在哪里？对的。哎呀！ 我君姑，快喝口参汤缓缓吧。这再怎么心疼孙女儿，也不能怠慢了自己个儿的身子呀。人家父母可不觉着我疼孙女儿呢。哎呦，怕是猜疑咱们婆媳这么多年虐待她闺女呢。 也不想想啊，10几年呢，你们不管不顾，我们一把屎一把尿把个小婴儿拉扯大，我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小娃娃哪有不得病的？不过是烧几日
就这么鸡飞狗跳、哭哭丧丧的。你们不放心，你们自己拿去养啊！老夫人可真会说笑，好像四娘子是我家女眷不愿意养才留在家中。这世上哪有亲娘愿意抛弃尚在襁褓中的孩子，还不是有人给逼的。青葱，贱婢，安敢造次！来人，掌杖！造次什么？难道青松说的有错吗？当初留下袅袅就是为尽孝，如今却说的仿佛我们夫妻不肯养育，反是不孝，烦劳了阿母。旭伯，此话说的也太伤君姑的心了。你们只知四娘子此时病了，躺在床上可怜她，可又知道平日里这四娘子那是甚是顽劣，时常累得君姑动气伤身呐。这世人皆是疼子女多于疼父母的，可我且问一句，旭伯，孝顺君姑不是你作为长子应尽的本分吗？哎，袅袅，你醒了？扶我起来。给诸位长辈行礼。你还病着，这些虚礼就不用了。老阿父阿母担心我，这是自袅袅懂事以来，阿父阿母第一次见我。往日不曾在席前尽孝，今日理应将这些礼数补全才行的。袅袅，快起来！快起来！袅袅不懂事，二叔母罚我，也是该的。乖孩子，先歇着吧。我家袅袅病成这样，尚且礼数周全，你们却冤枉她顽劣不堪。我这个做父亲的，连问一句都不成吗？那我去死，我给他赔命好不好？你可娶了心腹忘了娘的庶子啊！这与原因又有何干系？阿母何必又寻他不是呢？哼！自从你进了我们程家门，无论是大大小小、里里外外、上上下下、左左右右，只要你一张嘴，我们大郎就是好好好，是是是，对对对。他还把我这阿母放在眼里吗？哎呀，你不说别的，这么多年你们在外头得了多少赏赐，俘获了多少，你们不跟我说，别人也不给我透风，我就是个孤袄啊，我就是被你们瞒着呀。阿母，天色不早了，劳烦君姑还来看望袅袅，还请君姑先回屋歇息吧。我歇息在棺材里，你们就高兴了是不是？哎呀，我这口气我喘不上来啊，我得找个地方我喘喘气去啊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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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袅袅，你也好好歇息着，我这就吩咐后厨，给你做些你爱吃的。那阿母可知我爱吃什么？家主，不好了，外面来了好多黑甲卫，把咱家院子给围了。啊？
林将军，请坐。将那蛀虫带上来，给陈校尉验明。这便是那督导军界的鼠辈，是该惩罚一番。吾等行军在外，最恨的就是这些硕鼠蛀虫，连累了多少将士在阵前送命啊！林将军若需程某帮忙，程某义不容辞。程校尉不认得此人吧？救命啊！是我呀！救父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个都是你的好女儿啊！将军应该渴了吧？奴婢煮了碗热汤。你嫌我不够惨是吧？林将军，这其中可有误会啊！董仓管的形势，想必程校尉比我更清楚。他贪没军械，证据确凿。今日我过来，就是想告诉程校尉，无论军功再高，若行助国之事，我定察不饶。还有一事，在下想要致谢。致谢？没错。李公子，他们里面未曾说你坏话，还说要向你致谢。忠义为先，孝礼为后。为汉正义，不惧长辈，亦不惜灭亲。程四娘子这般心性，在下只在廷尉府那些长幼刑讯的同僚身上见过。程四娘子的将来，大有可为，不容小觑。过奖，过奖。告辞。他这不是在说我吗？什么忠义为先，不就是说我不孝吗？不惧长辈，就是变着法子说我目无尊长，还说什么我与廷尉府掌管刑讯大人相似，那他不就是说我性子泼辣，不似女娘？真以为我听不明白呢？邵主公，圣上没怪罪你没进宫就直接去办案吧？怎会怪罪啊？邵主公是圣上的义子，圣上怎么能忍心呢？邵主公，圣上没赐个守军令牌什么的，让咱们想查谁就抄到他的家，大杀四方。那到底给了没有？只要咱们还在战场，就知道打打杀杀。今日凯旋归来，圣上说功可抵过，但关于这军械案，圣上的旨意是再缓缓。那咱们不再继续追查了？哼，我何时说过不查？偷换军械，乃我心中多年芒刺，缓不了。不是说再缓缓吗？这笨死你算了。赵主公，到城阳侯府了。咱们回都城，尚未曾去拜见城阳侯。日前在外征战时就听闻，朝中已有些闲言碎语。不过是非议我不孝吧？他们编排我的罪状多了，不怕躲这一条。
君姑可要爱惜身子，千万别气出毛病来。此事原也怪我没将舅父藏好，我原想着将舅父藏去庄子，总无人发现了吧？谁知这四娘子如此狠心，她记恨我和君姑曾罚过她，居然狠心报复，就是你安排的不好，靠不住的东西。胆敢窝藏罪犯者，论罪当牵连同坐。若因此而连累了君姑，那才是真不孝。照你这么说，四娘子害得舅父被抓，不但无错，反还有功了。舅父贪墨军械，袅袅大义灭亲，有何不妥？地府若是不服啊，大可去衙门白审一番。旭伯不要欺负我是个内宅妇人，便拿衙门吓唬我。这官场上的道理我是不懂，却也知道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，岂能互相出卖？旭伯还是赶紧想法子将人赎出来要紧。难道忍心看着君姑如此年纪还饱尝失亲之痛吗？贪墨军械是有军法处置的，我哪有本事去赎人呢？我不管，大郎，你得想办法救你舅父出来。大郎，大郎，你现在心里只有你心腹一家人，你根本不心疼你舅父，也不心疼我这个当娘的。上次我让你拿2万钱给你舅母娶心腹，你就是不肯。你心腹兄弟念书是多少钱？你连眼都不眨一下。你心腹的兄弟是兄弟，你阿母的兄弟就不是兄弟吗？这别家心腹都是拿着娘家嫁妆补贴夫家，只我家四妇倒拿着夫家的银钱去倒贴娘家。那不是娶心腹，是纳妾续婢。年纪轻轻的，读书娶心腹才是正理。再说了，那些钱是袁一陪我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换来的，他用有何不可？本都是一家人，何分娘家夫家？我倒是不如地父算得如此的清楚。难道是嫌君姑经常拿钱补贴娘家吗？君姑，绝无此意啊！你们一个个的都不是好东西，滚，都给我滚！旭伯，四父，你们此次回来的匆忙，主屋尚未来得及收拾搬出归还。我在后院腾了几间屋子，让你们一大家子居住，也便于你们和睦。你让我们一大家子住在偏房，便于？怎么便于啊？旭伯与四娘子不是10余年未见了吗？那我这么安排，正好让你们亲近亲近，不是吗？就依地府的安排。贾贤良，我偏住着主屋不搬，我看你奈我何？我们对不住娘娘啊！你看她嘴唇白的，一点血丝都没有，也不知在家中吃了多少苦。李军，联防来了，收到了。
此事可曾为袅袅找医师看病？钟夫人说，小孩子稍几日便好了，一直不管不问的。这些年，我们时不时被送到乡下庄子，明明父母在挣钱挣命，女公子是半分也没有花着，非但缺医少粮，连生病了也无人照料，任我们自生自灭。那无缘无故，为何把袅袅送到乡下庄子自生自灭？钟夫人嫁进程家10几年无子，便想着收养娘家10岁的侄子幺哥。前些日将幺哥带来府中生活，女公子也是好心，给了他一葫芦蜂蜜当零嘴。没想到葫芦一开，便引来了野风，野风蛰得幺哥满头包。钟夫人便让女公子去磨磨性子，正是滴水成冰的节气，便被丢到那庄子上。这葛氏甚是歹毒，真该让二弟休了他。装满蜂蜜的葫芦，是幺哥自己打开的，还是袅袅亲自打开的？是女公子打开的。10岁的孩童自己连盖子都打不开，还要求袅袅来开。吃蜂蜜为何不到屋里去，偏要在花草满地的院子里吃？有些事要么不做，要做便做得妥当，免得落人话柄。将军，我方才找医师问过，袅袅此次晕倒，不是因为着了风寒，而是因为伤了脾胃，吃撑了。那是因为女公子饿狠了，平日里他们连一顿饱饭都不给，今儿是着急将女公子带回来，才送了些吃食。女公子饿了几日，一时之间吃猛了才，他是怕吃了这一顿没有下一顿，不然何必这般呢？我们在外打仗，本想着袅袅在家里头吃喝不愁，谁知竟过得连流民都不如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先退去吧。是。女君在女公子身边已留下了知心照顾之人，可没想到还是让那葛氏坑害了。如今既然魏京回来了，这些事定然不会再发生。天色不早了，将军不是还要去探望二弟吗？我去看看。都说病去如抽丝，女公子如今这般亏了身子，还不知道要将养多久才能痊愈呢。她近日晕的倒是时候，刚好给我们由头挑出君姑理亏之处。我这阿母倒是眼毒，怕也是看出我在装晕，可对苛待我的人，为何又装瞎？还是女君想得周到，故意将归期说迟了半个月，他们来不及遮掩，真就露了马脚。这些人心中记恨女君，便迁怒于女公子，如此苛待她。原来不是不知我在家中受罪，只是故意放任罢了。家主这般心疼女公子，应该是不会再万事都顺着老夫人了吧？放心，将军若是妇人之仁，朕前早死好几回了。将军是个明理是非之人，这天下哪有斗不过君姑的心腹，就是看夫婿肯不肯帮手罢了。哼，拿自己女儿来行苦肉计，好让阿父与大母离心。阿母这法子是真够狠的。我不忧心夫君，我只担心自己撒手不管10几年，这朽木才能掉，如今只能严加管教，费力气把歪树掰直了。不去管欺负我的，反倒琢磨着来管教我，可他不如靠近，看来还得我自己来。命你派人监视程家，可曾照办了？程家整日鸡飞狗跳，都是一些女眷之事。听说程老夫人生气，程四娘子出卖自己胞弟，要整治他们。属下查了，这几日程府中人并无异样，除了程家二房夫人葛氏。属下核实过，当日左蓝武等搜查的，便是二房仆妇李管父。少主公，
这是程府小厮送来的包袱，说是程家四娘子给少主公的。哟，难道想用银钱贿赂少主公不成？怎么是一堆破烂儿啊？这程家人可真是一个比一个孝顺的。啊！少主公，不出你所料，这布庄账簿果然有问题。董仓管在这家布庄投下了8万钱，他俸禄低微，此钱定是赃款无疑。少主公还没扔了这程四娘子捉弄人的破烂。这程四娘子送来这些，莫不是也想告知咱们布庄之事？干稻草，一指那日董仓管藏身草垛，而这碎布则点名布庄。哼，当真有意思。这程四娘子绕了这么大圈子打哑谜，莫不是想卖我们个好？这程四娘子是想让咱们助她脱身吧？为何要助她？她怕是早就为自己谋好后路吧。我不喝，你拿走吧。这是家主央求宫中医官开的药，好生灵验呢。女公子，你好歹喝一些。我病都好了，为何还要喝这缺德玩意儿？这药不仅治病，还补身呢。女公子赶紧把药喝了，喝完就可以吃点心了。你替我喝。嘘，有人来了，起身。我儿子还不见好转啊！娘娘见过阿芳吗？我儿就不必行礼了。这身子怎么还这么虚啊？哎呀，都怪那葛氏养亏了我家袅袅的身子，补都补不上来。来，躺下。这药都快凉了，赶紧为女公子喝了吧。是。啊，来，喝了吧，来。我儿子他落泪了。阿父，啊，这药太苦了，不如往汤药里放些饴汤。医官给开的药怎能随便往里加东西？所谓良药苦口，这病一日不愈，就得日日喝。你阿母说的也对，听你阿母的，良药苦口，喝吧。袅袅乖，待你病好转些，阿父带你去骑马，看正旦后的灯会。啊？哎呀，我家袅袅生得好看呢，万兄他们家的那一帮小女娘啊，
凑在一起攥成一束喇叭花，也不如我家娘娘好看。将军，女孩子家整日夸美貌有何用？多些才学德性才重要。赶紧喝了吧，娘娘。喝吧，喝吧。军姑又闹了，赶紧去看看吧。哎呦，我的天儿啊！别喝了，待会儿啊，阿福给你往里面放些饴汤。我的那个宝弟呀！赶紧喝，好像要上场了。妈的，我可是活不了了。我不会这么管邱老爷的。军姑，你可千万别想不开。伢子，你就算死也不能现在死啊！你要是真死了，那你的幺弟可就没人救了呀！哎呀，我们董家是造了什么孽了，竟然被抄家了？若是在院中搭一个戏台，大母一人就能顶个戏班。这，我活不了了，我要跳井啊！你们别拦着我。阿福上场了。我不活嘞，我跳井嘞，我。哎，军姑。阿母。你使这么大劲干嘛？就把我推下去啊！我想想动就得了。这，你这又闹什么呀？井口小，你跳得进去吗？你看大母粗壮的双臂，那大身板，不当个将军当真是可惜了。就算是掉下去，不砸出口心子来，也别就不错了。这井口小，我跳不进去呢。我就撞墙，我见你阿福去，你拽着我点。哎，我撞墙了。军姑，你没事吧？你撞墙试试看看有事儿没事儿。你拽着我胳膊，拽我袖子干什么呀？我没想到您这么大劲儿啊！真想看我撞死啊？旭伯还瞧着咱们这儿呢。哎呀，我的天！你说，老夫人演这出，家主能信吗？阿福虽说是心地善良，不过也是身经百战、杀敌无数的大将军，怎会被这种伎俩蒙混过关？这些年一直在阿母身边，一招一式驾轻就熟，与大母过招，不会输。孩儿不孝啊！我没本事救叔救父啊！我太难了，太难了！旭伯，这不是为难军姑吗？这好歹是一家人，再难也得把董舅父先救出来呀！我家将军可是给军姑跪拜呢，弟妇还不赶紧闪开，也想接受此跪拜不成？你怎么受得了我家大郎一拜？快躲开，躲开呀！干什么呀？想看我的笑话啊？我呀，之前就跟阿母说过了，舅父这个人啊，手脚不干净啊。阿父不愧是大母亲儿子，演的跟真的似的。能劝也劝了。你公子啊，也不愧是家主的亲女儿了。他怎么会被逮到呢？你阿母太可怜了，娘家几个兄弟死的死，散的散，就剩你舅父这么一棵独苗了。要不是因为他日子过得苦，怎么会养成贪便宜的性子呢？哎呀，要不把咱府中的银钱全都搬到舅父家去得了？哎，对。哎呀，外甥啊，你其实救你舅父呢，那就是救你阿母啊！
我们是一家人，分不开的嘛。哎呀，不是不救，事不能啊！那个林不疑，他就是个铁面阎王。若非孩儿刚刚立下战功，返回都城，他前几日连我都敢一起逮了，我哪敢再去求他呀？哎呀，你个黑心的庶子啊！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你舅父去死吗？就是啊。好，我现在就到御前告你的状，说你忤逆。我听说了，当今的圣上最崇尚孝道，官员被告忤逆，轻则罚钱挨杖，重则罢官免职。我看你怕也不怕。君姑，你可知忤逆是何等大罪？挨杖免职事小，若充军杀头，君姑又当如何？还杀头？没人说呀。阿母只管去告好了。若因不肯听从母命去打点，为舅父脱罪，此等不孝行径，就是告到圣上跟前，我也是不怕的。如今你当了官了，拿国事来压我呀！哎呀，我从今天开始我就不吃不喝了。你说老夫人果真一心求死吗？我与你打赌如何？10天半月，死不成。热闹看够了没？这哪看得够啊？如今不过是第1回合吧。尿尿见过阿母。女公子是不是受风了呀？哎呀，许是刚才出来透气，被风给吹着了。阿母不必担心。既然身子不适，为何不在床上躺着呀？外面风大，还是回屋躺着吧，不要再出来。知道了，阿母。我还以为父母归来，日子能过得痛快些。如今看来，倒不如从前潇洒自在。可这母亲在言，总比叔母强的呀。女君也是心疼你，一切都为了女公子好。不被骗了，反正也骗不着我。你这要带我去哪儿啊？这个人好不识趣，少主公问他话，非要在少主公面前撒谎。我们少主公是1等1的聪明人，怎看不出他的花样？这不，赏了他病刑。这是什么事？就是拿把刀啊，从你的膝盖骨里捅进去，然后挖呀挖呀。这算好的了。上次有个人嘴硬，你听说过灌铅没有？就是在你的眼睛上凿个洞，然后把铅给灌进去。开门。你看，
命啊！饶命啊！程将军已经恳请在下秉公执法。现如今，无论你在打什么算盘，都已经落空了。我此生最痛恨人撒谎，但凡遇到撒谎者，必验之、杀之。如今葛氏布庄账本已在我手，你竟敢还说谎话！那个将军，我真是冤枉啊！来人，大人，带他去吧。走！任将军，我什么都找啊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好妹妹，让我瞧瞧，你怎么瘦成这样啊？老夫人，我也没想不着你了。晚些啊，我就去找那林不疑，问清舅父的情况，也好让阿母消停些。毕竟舅父因袅袅举报入狱，只怕还会被阿母为难。夫君，也不是没有两全的法子，你可记得胡袄？谁？啊，阿母当年那个手帕胶。外面兵荒马乱的，若不是你家大郎救了我们，老夫可没命再见到你了。哎呀，当日我被贼人围住，那刀啊朝着我身上就劈了过来，幸而程校尉带兵冲过来，直接用长矛拦住了并废的刀，真是险呐！程校尉的兵器不如悍匪的金贵，长矛被砍断了。程校尉没了趁手的兵器，他拼着一身伤抢过对方的那柄长刀，这才护了我们一家老小的命啊！一身的伤啊！儿啊，上哪儿了？把衣服脱了，让阿母看看。胡婶子还在呢。没事儿，胡婶子什么都见过，快脱了衣服让阿母。大郎。哎呦，大郎啊！阿母让你去打仗是想让你立战功正金爷，可没想让你去拿命换啊！美好的刀剑，孩儿只得拿命搏了呗。我已经告知他了，想必可以令军姑看清事实，分清是非。战场上，刀剑就是将士的命啊！竟还有一些黑心干的东西，拿着一碰就散的假的兵器，偷换成好的兵器拿出去卖，呸！真是丧良心！老夫人，董夫人求见。他来得真好，请他进来吧。是。妹妹，你先下去歇息吧。谢老夫人。舅母定是为舅父的事情来为难阿母，都怪孩儿无能，官职卑微，即便去求林不疑，他也未必肯放过舅父。不如我今日就顶了罪名，只说是董舅父监守自盗，都是奉了孩儿的命，而后孩儿被杀头，换回了董舅父；咱们程家被抄家，换回了董家。太好了！哎呦，这个主意可太好了，这个主意可真好啊！外甥是大官，便是犯过罪，皇上也会多加宽宥的，顶多呀，不就是罚钱了事。阿紫，我看不如就让外甥去顶了此罪，啊？毒妇！
竟敢想害我的孩儿。昨日家中烟囱不出烟，我觉得不对劲儿，我就请示了老神仙，竟说我程家必受亲眷牵连而致家宅不宁。老神仙的指示果然没错，我程家真的要亡在你手里呀！现在连二房的布庄都被查抄了，全是因为你们！你们家一个个的都不是好东西！来人，把这毒妇给我推出去！谁敢把她放进来，我就砸断谁的腿！阿紫啊，是他自己说，闭嘴！是他自己说的好吗？哎，这话是他自己讲的。这便是阿母日日偏听偏信的结果。阿母被舅母这些人挑唆，认为他们才是好的亲的，而自家人呢，反倒被骗着欺着的。我与元一这些年学里活里，拼着命的讨功劳，才有了我们程氏这样安稳的日子。难道这一切都要被董舅父的罪过给丢弃掉吗？不，我不要，不要。老夫人在屋中坐了整整1日，说是不过来用膳。阿母吃饭向来最为积极，不肯吃饭，怕是真的想通了。总算是消停了。多亏阿父将话说到大母心坎里去了。大母再偏心，也不能拿陈氏全族前程换舅爷性命。食不言，寝不语，父母义士，与你何干？这不是还没吃吗？你大母不来吃饭，也有你的功劳。好，好，好，吃饭，吃饭。阿父啊，我突然好生不舒服，怕是脾胃还未养好。娘娘像我，吃饭的时候听训啊，胃脏痛。圣人都说，饮食不训子。哪位圣人说的？啊，娘娘啊，多吃些肉。前几日在庄子上饿坏了吧？多谢阿父。嘿嘿。脾胃不好就要少吃肉，空空正好将养。阿母，饿了吧？来，吃点心。来，十几年没见儿了，看看儿可否变了模样？啊？我知阿母是担心儿。你是阿母生的头一个孩儿，阿母怎么会不担心你呢？10几年，你通过寄回来几片竹简，阿母以为你杀敌立功有威风，哪知道过得这般苦啊！我倒是想给阿母写信，可是阿母也不认字。
我倒是不乐意让葛氏拆读我给你写的信。葛氏再不济，你不是也把人家的陪嫁都拿去补贴了萧家吗？他的嫁妆去哪儿了？我不知晓。但我程氏顶天立地，我再不济，也不会把地妇的嫁妆养心腹娘家呀。萧元一也是个二嫁妇，家败人亡，财产都抵卖光了。哎，你还这么稀罕他？我就是稀罕，除了他，我谁都不想娶。儿啊，阿母最疼你和三郎了。可是你们俩自从成了亲，都只顾念着心腹，有话都跟心腹说，再也不理我这个阿母了。这男儿成家立室，不就该如此吗？便是100年以后，阿母与阿父同葬，儿子们也得跟兄父同室而葬吧？哎，总不能咱们娘仨埋一块儿吧？切！哦，我明白了。阿母是羡慕我们俩成双成对儿。我羡慕你们。阿父过世的早，阿母甚是寂寞，而也知道。哎，阿母有没有看顺眼的人啊？若是有，改嫁何妨啊？我们做晚辈的绝不阻拦。闹什么呀？我何时说想嫁人了？啊，你这孩子！阿母不宜害羞，阿母为成家操劳，孩儿们都看在眼里。阿母若是要改嫁，儿子和弟弟们绝无二话。阿母若是生出新弟弟妹妹，儿子必视他如同父手足。我好，好啊。若是你先走了，我一定给你的心腹找一好人家嫁出去，到时候再生一群新孩儿。那不怕，我们元一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人。你给我滚！你个不孝子！我今天非得打死你！滚！你个哎呦，臭小子！你咋？我瞧阿父给大母气，到底还是阿母棋高一筹啊！让夫君为自己而战，何必自己在大王面前张牙舞爪的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些都是我的算计？身为女娘，背后偷听闲话不说，还恶意揣度长辈，实在不像话。把手伸出来。从明日起，娘娘留在屋里抄读礼记，抄不完不许出门。可阿父说了，上元节有热闹的灯会，我10几年从未去过。万事皆由长辈做主，你就好好在家中习书即可。阿母是带着尺子上门来找我做主的。女公子误会女君了，女君带尺子来，并非为了打你。女君是心疼你的，只不过是在气头上，青松再去劝劝吧。啊！女公子，别难过了。有何好难过的？我又不在乎阿母如何看我。母慈子孝这种花本子，本就不属于我，既不曾拥有，自不会因为失去
而感到难过。哎呀，哦，呵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莫非让军姑给打了？阿母啊，眼红你我恩爱，我好心劝她改嫁，她还冲我发火。你说什么？你劝军姑再嫁？啊，有错吗？我看她近日火气太大，怕是阴阳失调。军姑打得对。我就应该再给你打个对称的。哎，当初我觉得儿郎能入仕，教养不好，小则败家，大则牵连全族。你娘哪怕刁蛮些，我们总能护得住她。况且战场刀剑无眼，也不想她随着我们受罪。可我没想到袅袅这惹事的本领，半点都不输儿郎。我真后悔，将孩子留给了葛氏，尽学了他一身的毛病。听墙角使把戏，看长辈的笑话，这哪一点是有教养女娘的习性？夫人稍安勿躁，消消火。既然葛氏没教好，咱们慢慢教便是了嘛。慢，这可慢不来。我若不教好，难道等他夫家去教？你再看看这个。这是何物啊？昨日家中烟囱不出烟，我觉得不对劲儿，我就请示了老神仙。这是你家袅袅啊，偷偷的将烟囱改道，装神弄鬼的吓唬军姑。他就是瞧准了军姑迷信，故意使坏。哦，我说呢，最近烟囱怎么坏了？咱家袅袅还真是聪明。这些都懂，你还护着他？若他是我手下的兵士啊，我直接给他拖出去打一顿军棍了。我瞧着袅袅的几身衣裳都不合身，你去我屋里把尺子拿来，量后。再给他订几套更合体的。我知道夫人你是想弥补，想赶紧把他教好，但养兵还需千日啊，咱们才回来几天呢？当年我已经做错了一次选择，才使得袅袅变成了今日这般。我不能一错再错，放纵他，会误了他终身的。这孩子我得管。少主，姓董的果然不禁下，什么都交代了。收买董仓管的人叫许进忠，家住冯夷郡，世代打铁为生，不知为何忽然便入了仕，如今是掌管兵器的上方令。许进忠定期会给董仓管银钱，他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至于许进忠将军械运往何处，又卖给何人，他一概不知。哼，许进忠，这名当真有趣，就是不知他究竟在向谁尽忠了。此番作为多久了？足有半年多了。这半年来，除了咱们最后一战，天底下未再起干戈。这许进忠吞下这么一大批军械，看来他的买家所图不小。此人现在何处？自董仓管被捕后，已几日不曾露面。继续查。是。那董仓管那边如何处置？他对上方令的所作所为并不知情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论罪，他当发配边塞。告诉廷尉府，发配前让他回趟陈家办。能抓住董仓管，查到这些线索，
也有陈四娘子一份功劳。我们当投桃报李，还她一个人情，发配前让董仓管见一眼亲人。少主公什么时候学会投桃报李了？不是说不管程四娘子死活？还问？你是想避嫌还是管钱？少主公不会对我们这么狠的。那得看心情了。我明日便放董仓管回家，报答程家娘子。这么多好东西，我可从未见过。这簪子可真好看，还不止这些呢。女君心中记挂女公子，这么些年，但凡是见着，都想给女公子留着。女君学识渊博，她竟然令女公子成了睁眼瞎，对吧？哈哈，没事儿，阿父啊，以前也是睁眼瞎，不过有你阿母在了，你阿母的学识啊，别说在乡里，就是在整个郡县，那也是很有名的，对吧？其实也不能全怪二叔母，我的确不爱读书，可能是随了阿父。那就慢慢学。你阿父自小忙于农务，之后又四处征战，自而立之年才开始习文。如今朝政奏章，四处寻报，他已能够畅阅无碍。哎，读书的事啊，来日方长。董家人快来了，夫人随我先去。袅袅啊，快去更衣，啊。这些书简都留下。家中出了如此大事，还有心梳妆打扮，倒让长辈们在这儿候着。往日里二叔母是怎么教导你的？二叔母往日曾说过，董姓亲戚与我毫无干系，也不必见。所以袅袅不知是该来，还是不该来。怎么与你毫无干系啊？你是我家女娘，正经母家人，为何不能相见？你少说几句吧。这除了小辈儿的女娘都比你大，少商来晚了，我们都没责备，有你什么事儿？三娘子到。泱泱见过大母，伯父伯母，阿母。你怎也来得这般迟？女夫子布置了许多功课，所以来得迟了些。这倒不是我自夸。泱泱虽自小不在我身边长大，可在舅父家时就好看书习字，不像有些个小女娘，成日里尽挂住贪玩胡闹，不肯读书。偏我是打也不行，骂也不得，真叫长辈们操心。阿父阿母，袅袅不爱读书，多亏了二叔母，从不强求我。二叔母还说，女娘嘛，日后记得郎婿的名字就可，学这么多也是无用，不必像我阿母这般能文能武的。你少扯这没用的蠢货！他若是散漫惯了，不学好，将来跟我那个不成器的弟弟一般，被圣上发配到边疆去做苦力吗？哎，快扶我去。
去看看。哎呀！堂子，缩着干嘛？看热闹去。千万不要再做出什么糊涂事了，阿弟啊！好，还有，以后你们家人不要再上这儿来了。大郎官职要升上去，家里总要立规矩，总不能像乡下一样，什么山猫走兽的都往家里闯啊！不要你了，你忘了？我说大母这评论依然被佛举在地上耍赖，是跟谁学的？我怎么不管你了呀？我怎么就不管你了？家族渊源。嘘，莫要非议长辈，仔细大伯母听见了都要罚你。清楚都有奴婢使坏，阿父在世的时候哪有这般光景的好日子？我怎么就对不起阿父了呢？哎呀！可是你过得比我更好。我就应该过得比你好。程家的好日子都是大郎血里活里拼出来的。你是董家子，我是程家父，咱们虽然是手足，但是拜的祖宗已经不一样了，知道不知道啊？今天程氏全家都来给你送行，已经是天大的情分了。程家。就是你！这是程家，还容不得你在这里耀武扬威。程氏，我到这白眼狼像谁？小小年纪出卖至亲，无情无义，都是随了你呀！程长生，难怪他要这样对你呀！好。舅爷说的这是何话？大母她如何待我了？阿子当日亲口跟我说的，小史留下这个小弟娘，日后恐怕会和他阿母一样招人厌烦，不如早日把他弃了出门，也省了程家的米粮。你说！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无话？你少污蔑我！这舅老爷莫不是疯了吧？怎么在这胡言乱语呀？官差大哥，快把人拉走，快呀！对了，还有你，你这养个小女娘，不过10几年，咱们把她给养废了啊！让她日后补救都来不及。不是，程，知道为什么不教你习文识字识礼了吧？啊！我外甥这些年寄回来的银两，全跑你荷包里去了。你胡说！你还在这装什么装？还带走了！快！你们程家啊，无情无义啊，视我于流放不顾。我让你们待在这儿，你休想安生！你是谁呀？你快走吧！你再不走，我们家的日子过不下去。阿子啊，你当年在阿父面前干他妈的事啊！你这样对得起阿父在天之灵吗？可曾有查到许晋中的消息？少主公，咱们的人在他的宅子外面守了好几日了，他未曾归家，始终下落不明。他可有任何家眷？
无妻无子，孑然一身。我问你们，如果你们想要避人耳目，会选择何处？自然是自己最熟悉，其他人猜不出的地方。没错，人逢危难之时，通常会选择自己熟人之处，所以董仓管才会躲去当年与陈老夫人相依为命之时所住的乡下庄子。这许晋中无妻无子，老家又在冯夷郡，所以在这都城之中，他最熟悉之处，除了自家宅院以外，就是打铁铺子。属下立刻排查城中所有打铁铺。准。这个杀千刀的祸害，总算是走了。哎呀，害得我险些一口气没喘上来。你也是脑袋糊涂蠢笨，怎么能拿大郎辛苦挣来的奖赏投葛氏布庄呢？赔个底儿掉吧。幸亏是有大郎和三郎是好的，我要靠着你们二房，我还不得喝西北风啊！阿母啊，哎，三弟来信说过几日能回都城，今年可在家中过正旦。自孩儿起事11年，难得我们三兄弟能齐齐整整地团聚在阿母的膝下，也可好生热闹一番。哎呦，这么多年呢，你们兄弟东一个西一个，阿母这心呐，就没囫囵个儿过。君姑，三弟两口子会在清县与宋儿少公会合之后一同归家，除了还在边关镇守的允儿小两口不能回来，我们一家人总算是真正团圆了。对，你赶紧收拾收拾屋子。哎呦，咱们程家好久没这么热闹喽。君姑，这一时之间哪腾得出那么多间屋子啊？啊，对了，之前不是说要给四娘子备件书房吗？我看她也无甚用处，不若先把那2间房腾出来给侄子们住。四娘子应该不介意把房子让出来给兄长住吧？可阿母说了，如今让我日日文书，这可怎么办？有心读书哪儿不是书屋啊？这也不过是应急之策罢了。弟妇说的也没错，若真心想要读书，就算是马厩、草棚也能读。袅袅，不是让你每日在屋里温书吗？怎么还不去啊？青葱，督促袅袅不背完书不许吃饭睡觉。其实四父也不反对，那我明日就令人将书房先收出来。我那可是2个宝贝孙子，怎么能挤在书房里睡觉呢？反正你没生儿子，二房拢共也没有几个人，不如你把主屋腾出来，跟大房换换。不行，君姑有所不知啊，这主屋也就是瞧着上好，实则年久失修，潮得很，住不得人的。你就赶紧修缮呐！你看正好还能赶上正旦，接我的宝贝儿孙们回家。怪来怪去，就怪我嫁了你这么个窝囊废。成日里就知道对着这些破书烂简发呆，倒让我个妇人在外冲锋陷阵。你们程家，长兄打仗为将，三弟读书为官，留了你这么个不中用的，今日竟连主屋都保不住了。这个不识点子，他若是连主柴都换不来的话，还不如一把火烧了，烂得干净。我的书姐，阿父，哎呀，阿父，我的书姐，阿父，阿父，别着急，我来，我来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
主屋本该就由长子长孙所有，只是大哥常年在外征战，主屋被我们占了，现在我们还回去，也是应该的。你放屁！每吃一块多备5句。哎呀，夫人，袅袅之前受了这么多苦，夫人是否对袅袅太严厉了些？将军若是觉得我管教的太严厉，我也不愿意做这个恶人。以后女儿你自己教。你阿母教的对，常言道，慈母多败儿，严师才出高徒呢。你与你阿母好好学，日后定有出息。阿父就先不打扰你们了，把点心拿走。他续伯既留你在家尽孝，那总该给我们点好处吧？若不是你身子不行，泱泱又何至于是个女娃？20余年，就因为无嗣，我在你阿母面前就从未直起过腰。本想过起腰根儿，也被四娘子给搅和了。现在倒好，好儿郎没我的份儿，这好宅子也没我的份儿了。你还说不是他大方欺人太甚啊？其实偏院也挺好的，阿父住偏院，读书还清静些。你闭嘴吧！你当我不知晓吗？每我发四娘子进食，都是你悄悄的去给她塞声，这才致使我拿捏她不住。真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、吃里扒外的东西。看看你们这父女情深的样子啊，一个孬，一个怂，怎么叫我赶上你们这么一对父女？我倒宁愿我生的是四娘子那个黑心肝的小混账。往日我不听二叔母的话，她就不让我吃饱饭，待我饿到头晕眼花之时，自然什么都肯听她的了。不曾想，如今回到阿母身边，照样是饿肚子。那你不爱用心读书，你想做什么？我想知晓，楼为何能建那么高，车为何能行这么远，地里为何能种庄稼。我还想看看这世道的真实模样。这些圣贤道理，待我看过外面天地，回来再学也不迟。分明就是你懒怠贪玩，还巧言令色。你不想学圣贤道理，本就是你无礼无德；你不想听人劝解，本是因为你性情睚眦必报。真当我看不出你的小心思吗？你举告董舅父也就罢了，还恐吓你大母，更暗中举告你的二叔母。这些年他们的所作所为我看不惯，袅袅举告他们，那是为陈氏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，何错之有？错在你年纪轻轻，便行事不知天高地厚，竟视朝廷的生杀大事为儿戏，险些连累了程家，还自诩聪明。若不好好教导于你，总有一日会做出天大的祸事，累及家人。乖乖的给我看书吧。被人欺负到头上也不还手吗？我若是任打任骂，早就被欺负到泥土里了。难道还要让我学你？费了面子，省了10几年，如今连主目也被二叔母占去，装什么贤良大度？不对啊，以
阿母的脾气，怎会任由二叔母骑到自己头上？二叔母，可曾歇息了？你来做什么？我来看看我还要住的院子。四娘子，不要以为你父母回来便有了靠山了，还胆敢上门来嘲笑长辈了。要不看看你那阿母，是否真与你站在一道，会为你出头？二叔母，看来我与阿母的好多琐事，你都甚是清楚啊。不错。我是派人跟着你们呢，哎，我就想看看你们这母女重逢以后啊，到底能有多少的情分。这现下看来，你们这母女情分也不过如此啊。既二叔母已经看出来了，我也不必遮遮掩掩。二叔母可愿继续住在主屋？你这是又憋着什么坏主意了？这是哪来的话？我阿母可是从沙场征战回来的，你若是硬碰硬，如何碰得过他？但若是二叔母你拿子嗣去说服大母，谁都说不准二叔母未来会不会有大母的孙儿呢？四娘子，此事还需你来提醒我。你会这么好心，站在我这头和你阿母作对？你是来诓我的吧？我有什么好诓你的？你也看出来了，只要我阿母不痛快，我便就痛快。二叔母，天色不早，娘娘回房了，二叔母早些休息。你知，我知。这小混蛋！哎呀！也算不枉费我的一番苦心教诲，终于给大房培养了一个好孩儿。君姑勿恙。屋子收拾好了。君姑，之前四父只说不愿累着我们，一家人住在后院即可，我这才勉为其难继续留在主屋的。这眼下又说侄子们即将归来，那须臾之间，哪有那么快理出屋子来的？人家跟你客套几句，你就当真了？大郎才是成家之主，你久住主屋不肯搬，岂不让外人笑话我们没有规矩吗？这也不是心腹不愿意搬，我是问过老神仙了。老神仙说，这主屋啊有利子息，四父住在主屋之时，这子嗣多旺盛啊，可得了3个儿郎呢。那你住了好几年也没见你旺啊。是，我自问不如四父会生养，只求君姑还念在二郎的面上，可怜可怜他。年过而立之时，人膝下无子。这旭伯嘛，膝下子息旺盛，
自然是不信这些鬼怪胡说了。那我们这些命苦之人，君姑，还是要宁信其有，不信其无嘛。那紫希望上有什么呀？大郎屋里不就3个儿子吗？我又不嫌多。老神仙的话也未必真准。若非当初轻信于他，我也不会将袅袅留下。这么多年，无人管教。老神仙说的怎么不准？我的身子骨恢复，多亏了老神仙。是，我觉得老神仙说的有道理。既然主屋望子嗣，那二房就继续在主屋住着吧。是，君姑，难不成地父一日不生出儿子来，他就可以一日不搬？对呀，子嗣为大。君姑，我今日在此起誓，若一日不能为陈家带向儿郎，我就一日不搬了。四父，咱家君姑这脾气是谁也拗不过，天大地大，子嗣为大，只好继续委屈四父一家，住在后院啦。只要地父以后莫要后悔就好。我早听说四父喜争强好胜，今日可真让我亲见了。咱们这当女人的呀，该示弱还是得示弱。要不是四父将袅袅逼得太过，他又怎会反过来替我出主意，和你争夺主屋呢？此事与袅袅何干系？袅袅资质平庸，四父就是想打磨得再紧，也无法成器呀，还不如放任自流。依我说呀，这养女儿可不是领兵打仗，不能操之过急，得因材施教。泱泱好学，便能学些圣贤典籍；袅袅善辩，便得教些妇人手段。当然了，这袅袅又不是我亲女，我在这儿瞎操的什么心啊？我这再操心，还能越俎代庖，超过你这亲生母亲不成？你公子在做什么呢？嘘。阿母罚我抄书卷，我在改刀笔。此刀笔做好了，可以1笔3字，练吗？看，你试试。我还有一个。真的写成了1笔3字。你公子好生聪明，只怕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慌慌张张的做什么呀？下去，我跟袅袅有话说。还不快下去？是。昨夜你可找二叔母，指点她如何留在主屋吗？既要搬去新宅子，那旧宅主屋便让给他好了。你是如何知晓我们要搬到新宅的？二叔母霸占主屋，阿母并未反对。以阿母的性子，又不是容易妥协之人，我猜，定是因为阿母知他占了也无用，才弃之不要的。再说，阿父随着万伯父打了胜仗回来，朝廷封赏迟迟未到，算算日子，也差不多了。我与你二叔母，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，
都是长辈之间的恩怨，无需你插手。又不是只有阿母一人与他有恩怨，他们欺我辱我，阿母都视若无睹。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阿母怎就看不过去？过去我以你阿父不在家，未曾教导你，任由葛氏将你养成了肆无忌惮的性子，是我们未尽父母之责。之前你装病也好，举告亲长也罢，我都可以既往不咎。但此为最后一次，若还有下次，我定不会轻饶。你要好自为之。拿来。拿来。还有一个呢？好好的看书。好自为之。好自为之。承使萧元一听诏。制诏校尉承使，朕闻贤可兴国，建国当风。承使深植忠孝，屡立战功，故封关内侯，采邑取陵，10邑500户，以彰功绩。臣接诏谢恩。麒麟和请起。麒麟好，可喜可贺呀！劳烦常侍了。老头子，老头子保佑我们呐！咱们大郎有出息了，成了将军，封了侯了，喜事真是天大的喜事呢！君姑，可不止这些呢。我听闻圣上还赏了旭伯许多田地呢。大哥光宗耀祖，我们为您也甚是高兴。这都听完诏书了，怎么还不回房？一会儿吹风着凉了，害得君姑又要为你担心。哎呀，你心腹说的对。哎呀，二郎啊，二郎啊，你要有大郎、三郎一半的出息，阿母也能闭上眼去见你阿父了呢。阿母，我们3兄弟啊，为这个家操心最多、功劳最大的就属二弟了，你怎能说他没出息啊？二弟，你平日里最喜欢读书，这次圣上赏了许多书帛，你去挑挑，可否有喜欢的？多谢大哥。大郎啊，你二弟待你孝顺我，你就送他书帛。那儿啊，阿母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，你是不是多留些给阿母啊？自然短不了阿母的。金银细软都归阿母。儿啊，跟阿母说说，圣上都赏些什么呢？哎呀，可多了！那些宝贝呀，寻常你别说我见了，就是连听我都没听说过呀。那一台台打我身边经过，多得我眼睛都不够用哦。别说了。别说了，带我亲自去看看。好，这又算得了什么？我可听闻圣上赏了人万将军一套大宅子呢。是。啊，正是。不过万兄说了，他现在这个宅子将来给咱们家住。阿母啊，到时候你就住万老夫人如今的居处，儿与元一就住原先万将军的屋。往日里我去万将军府，对那宅子就心生欢喜，万万没想到
有一天我们竟能住进去了。地府就不用去了。你不是说生不出大胖小子，就在主屋住到老吗？既然主屋这么利你可得好好住啊，住到死。你放心，没有人去爱你仔细，就连二弟也和我们一起住新宅子，绝不会妨碍你。军姑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啊，做什么主？义父所求的不就是今日吗？这主，老神仙已经替你做过的，别忘了，你可在老神仙面前立过誓的，是吧，君姑？啊，是的，赶紧啊！对，是赶紧的去瞧瞧圣上赐的宝贝啊！走，二弟，我带你去看看。大哥，哎呀，多谢大哥！哎，来，看你可否有喜欢的？哎，你快说说，皇上都想了些什么样的事情？走，咱们一起去。去看看去。走。哎。